为围堵中国，佩洛西竟然公然威胁全球各国元首，日本态度微妙，以色列怎样坑爹？自美国新任总统拜登上任以来，就采取了多重方式对中国进行围堵。但是在遏华政策上，拜登延续了其上任特朗普大部分手段，包括派军舰到中国周边海域航行自由、拉实体清单等。但是和特朗普不同的是，拜登更擅长怂恿和拉拢盟友。然而，即使使用了多种手段，对中国都没有很大效果。于是，美国又开始使出极为卑鄙的一个手段。近日，路透社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国会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举行专题听证会上，并以人权问题为由，呼吁全球各国抵制中国冬奥会。佩洛西甚至还公开威胁各国元首不要去中国，那样将会给中国政府带来荣誉。考虑到那里发生种族灭绝，如果其他国家元首去中国，你坐在自己的座位上，那就必须要考虑你下次还有什么道德权威就世界任何地方的人权发言。他还提出了4条妙计以抵制北京冬奥会：一是美国将引领全球各国领袖拒绝出席，这就是外交抵制；二是运动员抵制。但是这个在美国国内就遭到了反对，美国奥委会负责人莎拉·赫什兰强烈反对。同时有民调显示，约2/3的美国人也反对抵制。三是商业抵制，让公司拒绝赞助，这对各大公司而言更是不可能的，赞助商不来可是美国企业的损失。四是既然东京奥运会因疫情推迟，冬奥会也应该推迟，国际奥委会也应该把冬奥会改在没有犯下暴行的所在国举行。分析称，是什么让美国政客误认为他们真的有道德权威？在人权问题上，美国又有何资格站在道德高地指责中国？美国又有多少号召力？目前没有任何国家做出正式表态，而日本也一改态度。日本内阁官房长加藤胜信表示，并没有决心针对北京冬奥会的行动，也没有和美国磋商过。而且一边支持以色列轰炸巴勒斯坦，一边指责中国没有人权。美国当全世界是傻子吗？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狂轰滥炸已经造成了5万多民众流离失所，而轰炸巴勒斯坦的导弹是美国人卖的。自建国以来，美国不是在轰炸他国，就是提供武器轰炸他国，其有何脸面在人权高地指责别人？在这个问题上，美国算是被以色列坑惨了。外界对美国所谓的人权大旗算是又有了新的认识，指责中国人权更没了说服力和可信度。同时，巴以冲突升级可能再把美国拖入中东漩涡，美国全面重返印太战略也就失败了。美国早就放弃公平竞争，甚至连这种无耻行径都做得出。这种极端筹划的政客们已经彻底气急败坏，酸葡萄和玻璃心碎一地，令人国际社会耻笑不已。巴以冲突持续升级，以色列叫嚣不达目的不罢休。中国情况发生什么改变？为何美外交官说美国给中国送了份大礼？目前巴以激烈冲突已经持续了10几天，而在1周内，美国总统拜登就和以色列总统打了4通电话，而每一通电话表态都逐渐发生变化，从一开始的支持以色列自卫权，到支持巴以停火，再到现在的最好今天就能停火。但是现在局势已经超出拜登的预料之外，以色列方面将继续对加沙地带展开进攻，并扬言以色列不达目标不会减少行动。而新一轮巴以冲突中，这对拜登首次重大外交政策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在巴以问题上，拜登正遭受越来越大的国内和国际压力，许多民主党进步派要求拜登让以色列尽快停火。另一边，美国共和党人几乎一致支持内塔尼亚胡行动，并认为拜登对哈马斯懦弱纵容。而在国际社会上，大部分国家要求美国不要偏袒以色列，尽快缓和局势，而不是激化局势。但是外界似乎高估了拜登对以色列领导人的影响力，局势已经超出美国的掌控。而在这场冲突中，拜登政府最大的失败就是美国并没有抓住机会展现其大国担当，反而暴露了自己双重标准本质。而美国国内舆论则认为，拜登将机会拱手让给了对手中国，中国一直在极力斡旋双方立即停火，而美国却在1周内3次阻拦安理会就巴以问题发表联合声明，这个姿态已经高下立判。以前中国倾向于不在巴以冲突中表明鲜明立场，但现在情况变了。对此，路透社近日援引一名外交官的话称，美国在联合国被孤立，让中国抓住了提升多边领导地位的机会。美智库专家指责，这损害了美国在联合国的声誉，让中国看起来更像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美国的立场是送给中国一份大礼。这句话彰显了美国人一如既往的傲慢和自以为是。美国被孤立是因为自身问题，而中国提高的声望是自己挣来的，又何来美国送大礼之说？美国不仅不积极作为，却反过来火上浇油，
冲突前就向以色列出口了7亿多美元的精准制导武器，沾满巴勒斯坦民众血汗的不止以色列，还有美国。更无耻的是，美国官员甚至声称，中国实际不关心巴以两国，只是在寻求机会转移人们对新疆所谓种族灭绝的注意力。这就像一个没复习考差的人，却反过来怪别人考得太好，甚至还要造谣考得好的人作弊，而且双标的令人发指。如今有多少穆斯林丧命沙沙，更不用说阿富汗、叙利亚等各国成千上万死难者，都是美国直接和间接导致的结果。美国显然不喜欢穆斯林，也不喜欢中国，但他唯独喜欢中国新疆的穆斯林。中国抵制核裁军谈判，美国公开扣帽子，强迫中国签不平等条约，不料阴谋曝光，惨遭中方严厉驳斥。近日，美国在一次联合国会议上再次给中国扣帽子，声称美方希望与中国就降低核威慑问题展开直接对话。但是中国不仅扩大了核武器规模，而且遗憾的是，中国并不愿意像俄罗斯那样与美国进行有意义的接触或者建立专家讨论。美国摆明了想要撇开俄罗斯，单独与中国构建核军控体系。一个拥有世界最大核武库的美国，如今扬言中国抵制核裁军谈判，未免有些太可笑了。在明知道中国核武器规模连美国1/2都没有的情况下，美国还在试图用强迫的举动逼中国签不平等条约，是想把手里的核武器规模谈到和中国一样少，还是想把中国的核武器规模谈到与美国一样多？相比美国核弹头的几千枚，中国核弹头的数量非常少，仅300多枚左右。如果说美国核弹头数量是中国的20倍都不夸张。中国之所以研发核武器，其目的就是简单的威慑其他对中国不怀好意的国家，而不是为了使用核武器发动战争。更何况，中国外交层面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对外承诺过，中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一旦引爆核战争，对世界来说都是灾难。如今美国再次逼迫中国签订核军控条约，知道中国核力量本不是为了战争而生，为什么还要频频发出与中国开展双边核裁军谈判的言论？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不可能自我废除本就有限的核力量，也不可能放弃继续发展核力量的权利。一旦放弃，意味着中国将放任美国对我国的核敲诈。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美之间的核军控问题根本就是无解。如此一来，是否说明美国从一开始就不是真的要跟中国构建独立的核军控体系？所谓美国愿与中国就核军控谈判一说法，相当于变相形式的强迫。明知道中国会拒绝美国还这么干，在分析看来，背后绝对有极度阴险的目的。一方面很可能是为自己对中国持续进行核敲诈做铺垫，另一方面很可能也是为美国核扩军找借口。美国不是第一次在军控事件上毁约了，此前与俄罗斯之间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美国就在找各种借口拒绝续签，现在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拿中国当借口，架着中国走，美国当真以为自己的目的掩盖得很好吗？我国外交部早在之前就支持美国对中国无端的指责，纯属捕风捉影。中方对此严正回应，中国将始终保持负责任的态度，履行自身承担的国际义务和承诺，维护国际军控和防扩散体系，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